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感染者が宮城県、高知県、新潟県でそれぞれ初めて確認され、国内の感染者数は941人になっています。这是最后一包口罩。仙台市では。看来呢，这个日本的疫情还真的是非常的严峻。很多人都说吧，在疫情开始阶段，日本政府的一些反应非常的迟缓，而且呢，即便到现在，日本政府的这个举措还依然有一些举棋不定。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感觉自己可以录2个 vlog 吧，一个给大家客观的呈现一下日本人民群众在这个疫情状态之下的现实生活状态。另外一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我个人是如何看待日本这一场佛系抗议的。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感染拡大防止には、車内混雑を緩和することが有効です。上野方面行きです。次は田町。感觉有3/4的人都戴了口罩，没有戴口罩的不知道是因为买不到呢，还是依然觉得不重要。也许是心理原因吧，总感觉这个车上的栏杆啊，还有扶手有点恐惧。另外呢，如果有偶尔的咳嗽声啊或者喷嚏声，也会觉得有点恐惧。现在很多日本的家庭主妇啊，然后还有一般的民众，还有老人，早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到药妆店门口来排队去买口罩。而且你看我身后这个药妆店还没开门，已经排了一个很长的队了。即便如此啊，不一定能够买到口罩。据说最近这3天80%的人都买不到口罩。这个是一个人只能买1个。是的，只有1个小孩的了，其他都没了。これ何時で並べば大きいサイズ買えるんですかね。その日によって入荷状況も変わりまして、必ずこの時間だったら大丈夫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お伝えできないんですね。朝の方がいいですか？昼とか午後とか入荷とかされたりします？基本的には朝ご用意ができた分はその時出しておりますね。わかりました。はい、大丈夫です。はい。像日本的百元店的东西很多都是 Made in China 的中国制造的，就是已经融入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直接导致缺货的是口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吧，越来越多的这种日本的这种生活相关的这种日用品也会缺货。其实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每天生活当中要用的这个垃圾袋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日本百元店，你看这个垃圾袋都已经空了。就是像这种塑料制品，包括雨伞呀，然后还有这种纸制品啊，还有厨房用品啊，好多都是中国制造的。就原来日本的很多超市有大量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质量也比较好的蔬菜，从中国进口的，现在都找不到了。特别是蒜，有很多都是中国产的，它会标注，然后会相对来说比较便宜。那现在只剩下日本产的，像这样一个蒜要10块钱左右吧。我现在在涩谷的西武，
现在化妆品柜台看到也是非常的空旷，基本上没有客人。就原来的话，这里都是大量的中国的游客。其实，在日本的这个疫情刚刚初始的阶段啊，日本的这个股市还是很坚挺的。但是随着疫情的不断加剧，这一周开始，日本的股市连续几天的暴跌，就是可以看到啊，这个包括市场在内啊，日本方方面面神经已经开始绷紧了。本来今天呢是要去现场参加一个说明会的，但是因为肺炎的这个局势比较严峻嘛，所以这个说明会被从线下改成了线上，还蛮新鲜的。在家办公也挺好。我觉得还能一边吃午饭一边看那个视频会议。其实呢，在网上办公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当中了。通过这次疫情呢，很多的这种日本的传统大型企业也已经开始松动了他们固有的这种思维啊，开始不断提倡让自己的社员是在家办公。我突然想到这几天我的朋友圈有一个日本网友也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公司需要依靠员工出勤才能坚持得下去的话，这样的公司早晚也会被消失。我想这次疫情呢，也以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给向来注重形式主义的这种日本传统企业上了生动的一课吧。今天中午啊，还在跟大家说啊，日本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开始推行在家办公这样的政策。可是呢，到了晚上，现在大概是日本时间8点吧，我现在是在东京最集中的商务区，我看到后面的商务大楼依然还是灯火通明的，可见啊，可能这种惯性还是有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哦。晚上啊，这样大型的居酒屋的客流量呢是有一点减少的。公司的大型聚会呢是已经看不到了，但是从这些客人的这种言行举止和表情上来看，我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这种不安或者是谨慎。跟好友还有公司同事之间呢，还是以一种该吃吃、该聚聚、该喝喝的这样的状态。走在大街上，你依然不会明显感到这个城市处于防范疫情的关键时期。对日本政府来说，未来1-2周可能是决定日本命运的最为关键的时期了。正常的生活、经济的运行、疫情的控制，还有迫在眉睫的东京奥运会。在身处疫情区的日本的下集中，会再和大家聊聊自己对日本社会的佛系抗疫的一些观察和思考。